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那年我们第6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诺亚的事情成为一根导火索，让阿雄和妍秀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。张组长虽然之后给阿雄道了歉，但是也向阿雄透露出了喜欢妍秀的心意。然而不止张组长，其实和阿雄亲如兄弟的智雄暗地里也喜欢妍秀。妍秀担心一直工作的阿雄太累，主动去看望他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阿雄提议他留下一起过夜。回到本章，妍秀被阿雄拉住后，一段往事突然浮现出来，也解释了两人分手的真正原因。妍秀傲娇的性格和拮据的家庭，导致他在上学期间并没有什么朋友。为了摆脱现实的窘状，所以他一直埋头学习。然而为了赚钱而拍摄纪录片的他，没想到生活中闯入了一个男人。阿雄用自己的温度打开了他紧闭的心。妍秀之后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，为了弥补家用，他半工半读，非常勤奋。阿雄虽然不是很支持，但是也能理解他。本以为一切会逐渐走上正轨，然而生活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他。一个号称他叔叔的男人突然上门向他和奶奶讨债。不久后，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。奶奶因为身体问题又进入了医院，巨额的医药费让妍秀身上的压力又大了几分。那天她来接阿雄下课，无意间听到阿雄的指导老师觉得阿雄很有画画天分，想要阿雄去其他地方进修。然而阿雄却为了想和妍秀在一起，委婉拒绝了老师。这一系列的事情最终促成了他向阿雄提出了分手。他之所以放弃阿雄，并不是阿雄在他心中的分量不足，而是因为他生活中能放弃的只有阿雄了。他害怕再交往下去，阿雄会发现他骄傲外表下藏着自卑的一面，所以面对阿雄的质问，他只能沉默着离开。回到现在，阿雄从沙发上醒来，经常失眠的他睡了个好觉，只是昨晚的事情他回忆不起来了，只模糊地记得妍秀似乎来过一趟。一旁的弟弟称早上来的时候并没有见到妍秀，看着那个装着红枣茶的杯子，阿雄心中不知为何一直围绕着不安的感觉。另一边，妍秀叫来奶奶一起吃早餐，奶奶支支吾吾地告诉妍秀，听说一个福利中心正在招人，她想去试试。见奶奶上了年纪还想去工，心酸的妍秀自然不同意。奶奶为了说服她，称自己天天闷在家里难受，所以想借此机会出去走动走动。妍秀仍然不同意，她不愿意见到辛苦一辈子的奶奶在晚年还这么拼命。阿雄爸妈得知开幕式上阿雄会现场作画的事情后，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准备去捧场，还想拿出店里的年糕去分给现场的人。智雄只好告诉两人，这次是阿雄被邀请过去的，是被招待的那一方。这让阿雄爸妈乐坏了，没想到一向在他们眼中没出息的儿子竟然那么优秀。此时妍秀已经带着小组成员来到了开幕式现场，趁着还没开始，几人先吃起午饭来。期间旁边的女组员问起妍秀，现在奴雅已经安排好时间了，阿雄会在几点来到现场。这句话让妍秀想起昨晚的事情，阿雄神经质地拉住了想要离开的他。之后两人更是倒在一个沙发上，这时女组员拉回他的思绪，他表示会和阿雄再确认一下。此时的阿雄正在家中接受采访，智雄让他展现一下自己画画生涯的未来，这让阿雄犯起难来。他从来不是个会定目标的人，见此智雄只好让他分享一下自己开始画画的原因。阿雄不知道回想起什么，脸色呆滞的称没有原因。摄影师傅只好将这一幕录制下来。不久后，在前往开幕式现场的路上，一向开心的弟弟注意到阿雄似乎情绪不太好，以为他是在为之后的作画事情紧张，于是放起了 NJ 的一首歌来舒缓阿雄的情绪。两人聊着聊着，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。下了车后，阿雄一路来到了为自己准备的等待室，没想到妍秀竟然在这里睡着了。他见此本想离开，但是还是没忍住留了下来。看着妍秀入睡时毫无防备的侧脸，阿雄不由得有些好笑，因为妍秀面对他时总是一副生气的样子。正当他端详妍秀的时候，智雄也带着拍摄组来到了现场。拍完了阿雄，就该来拍妍秀了。这时妍秀也醒了过来，等待室中的氛围一下子尴尬起来。妍秀想起昨晚的事，正不知道阿雄问起要如何回答时，结果发现阿雄似乎忘了昨晚发生的事，于是谎称自己只是去送了资料，然后就慌不择路地离开了这里。离开他之后，妍秀来到开幕式现场，吩咐好组员后，
他突然注意到旁边释放的阿雄视频，他没想到在他眼里一向幼稚的阿雄竟然也有如此认真的一面，这让他呆住了。另一边的阿雄也在发呆，他有点想不明白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他如此反常的睡了一夜好觉。不久后，开幕式正式开始，阿雄的爸妈也来捧场。阿雄和努雅在2个相邻的房间同时作画，两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，仿佛忘记了外界的存在。妍秀也在一旁注视着认真的阿雄，这让他感到有点陌生。这时志雄也走了过来，陪妍秀一起闲聊。之后他根据志雄的邀请在镜头里接受采访。以前他总觉得阿雄是个没长大的幼稚小鬼，这次开幕式的事情让他发现了阿雄不一样的一面。说着说着还想起之前捉弄阿雄的时候，不禁笑了起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其实不太喜欢阿雄这副模样，因为总是给他一种很陌生的感觉。意识到自己说多了，妍秀提出让志雄剪掉这一段，志雄不置可否。告别了志雄后，妍秀重新回到了现场。阿雄爸妈在准备离开时认出了他，一番闲聊后，妍秀问起两人为什么这么早就准备离开。阿雄妈解释道，原来他们看阿雄作画时替他感到孤独，离开时还拉起妍秀的手，告诉他分手的时候阿雄很痛苦，他相信妍秀也不好受，所以请他到家里吃个饭一起谈谈。妍秀答应下来，刚回头看向阿雄，结果发现对方也看了过来，于是慌不择路地离开了这里。他一路来到等待室，阿雄妈刚刚说的那些话让他回想起昨晚的事情。当时阿雄说完挽留的话后，就因为工作强度过高倒在了他怀里。之后他才知道阿雄一直失眠，必须依靠药物才能入睡。问起他为何失眠，结果阿雄直接又倒了下去。回到现在，女组员因为工作的事情找上了妍秀，妍秀安排好后也跟了出去。此时现场作画阶段临近结束，阿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，当着众人的面站了起来，朝着妍秀的方向走去，结果半路杀出个 NJ， 这让现场的记者瞬间沸腾。然而妍秀看着一脸笑容的 NJ， 心里不是滋味，愣在了原地。志雄则在一旁观察着他的反应。时间很快来到晚上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阿雄正准备离开，结果发现 NJ 还没有离去。 NJ 告诉他今天的事情因为他上了不少热搜，不过阿雄不用担心，他已经告诉记者两人只是互相打气的好朋友。阿雄见此松了口气，他拒绝 NJ 送他的邀请，还是选择了和弟弟一起回去。另一边，妍秀却在闺蜜的居酒屋颓废地买醉着。闺蜜不理解妍秀为何不和同事一起参加庆功宴，而是独自在这里喝闷酒。妍秀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提起闺蜜之前骂她的话，正她眼睛里没有一点光，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。接着还告诉闺蜜，有时候她挺羡慕阿雄的，在自己为了生计四处奔波的时候，阿雄却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，获得了成功。闺蜜见此安慰起她，只是没多久客人也来了，她只好放下妍秀去招待客人。送阿雄回到家后，弟弟也离开了这里。累了一天的阿雄准备睡觉，却没有一点困意。不久后，妍秀喝了个烂醉如泥，闺蜜只好叫志雄来接她回去。妍秀朦胧间以为是阿雄来接她，志雄只好拿冰饮料让她清醒一下。妍秀见是志雄来了，问起纪录片拍得怎么样了。她其实有点后悔拍摄，高中时候的他们青涩可爱，现在却只有无聊的工作日常，所以不太看好这次的纪录片。结果说着说着就没忍住好奇心，问起志雄，阿雄在这次纪录片中有没有提到他。没想到志雄听此却沉默了，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，询问妍秀现在是否还喜欢阿雄。妍秀也被这没头没脑的问题问住了，她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不可能。结果摇摇晃晃回家的时候，却碰到了阿雄在自己家门口。见阿雄半天说不出几句有用的话，他正准备回家让阿雄下次再说时，阿雄却一把拉住了他。他的回忆随着这个举动回到了昨晚，当时他见阿雄睡着后正准备离开这里，结果阿雄半梦半醒间拉住了他，还以为自己又是在做梦。他告诉妍秀自己很痛苦，眼泪也随之流下。回到现在，阿雄似乎记不得这件事了。他问起妍秀桌上的保温杯是不是他的，妍秀承认了是他，但是并没有告诉他具体发生了什么。他决定将这件事藏在心里，结果阿雄叫住并质问他为什么要假装昨晚那一切是场梦，他们明明关系不应该如此。他其实很想知道妍秀最近过得怎么样。妍秀的泪水随着阿雄的话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。本章完。在本章结尾的时候，出现了开头阿雄问妍秀半工半读的画面。趁着妍秀离开，他用他的电脑查询了设计专业就业的方向，结果显示了画画等方面的内容。
在分手4个月后，阿雄毅然决然地拿起了画笔。虽然他曾对妍秀说过，自己只不过把画画当成一种兴趣，但是最终还是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。他当时的心情到底是如何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哦。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啦，关注七家不迷路，七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韩剧解说，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。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